每一次周期的转变就跟换季节一样的，都是一次暴富的机会，同时呢，也是无数人破产的机会。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喜欢在冬天去北极游泳，夏天去穿毛衣烧烤的。什么意思呢？一家公司在赚钱，你在错的周期买了它的股票，你也要亏到破产。而就算你明知道根本不可能还钱的美债，但是你在对的周期去买，你也可以无脑的去捡钱。在对的周期呢，你拿着现金不但可以救你一命，还可以让你有足够的筹码去抄底别人贱卖资产。但是在错的周期呢，你拿着现金，你的钱呢就会被通胀无形的偷走了。所以一个人有钱没钱真的不需要太过于努力，也不需要太过于有运气，更不是靠什么低买高卖了，而是靠提前去知道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跑。那这不是废话你觉得是废话呢？是因为这些学校教科书从来不会教你的。那些经济学家也只懂得在事后才去解释的。最重要的是，当你每一次看懂了这个市场的时候，机会早就已经溜走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得去作弊。如果我们每一次都可以提前知道现在到底是处在什么周期，然后将会转变到什么周期，全世界的钱会流进去什么资产，什么资产会被贱卖，那是不是说我们闭着眼也知道要买什么卖什么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扫医生。你会发现这世界大部分炒股的人，在股票涨的时候呢，他会去买股票；在股票跌的时候呢，他还是在买股票。那些炒房炒金的也是一样的，非常的专一的，永远只买一样资产。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长期来说都是输赢的，他们把赢的钱又输进去的原因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世界有一样东西叫周期，当股票不好的时候钱就会流进去另外一样资产，然后这个资产就会涨。还有我看到很多做资产配置的，比如说他们有100万美元，然后他们会用假设50万去买美股，50万去买美债，然后就告诉你美股是风险资产，美债是安全资产。那你这样去配置的话，那无论是风险资产还是安全的资产你都有了，你就很稳健了。各位，如果你是这样去配置资产的话呢，你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吗？首先，美股今年先经历了股灾了，但是现在反弹了，我们可以算你有赚到钱吗？但是美债一路的暴跌，也就是说你在美股赚到的钱你在美债又输回去了，一个赚钱一个亏钱，还不如不玩了，对吧？还有我一直说的，无论美股美债是涨是跌你这100万美元都会因为美元贬值了12%，而先亏了12万的。所以无论你买的是美股美债，甚至是美国的房地产之类的，你都不叫做分散投资因为其实它们都是同一类的，叫做美元资产。美元是在前面的，资产是在后面的。像现在美元一直暴跌，你后面那些资产买什么都要亏掉这前面美元暴跌的钱。也就是说，当现在的美元一直下跌的时候我们要去布局的是美元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所以第一件事情，对于我们商人和投资人来说资产都是经常换来换去的，因为根本没有永远好跟永远坏的资产，只有符不符合周期的资产。周期在我们古代就叫做道，顺道而行就是好的资产，反过来就是坏的资产嘛。那么重点就来了，你会发现无论是巴菲特、达里奥、索罗斯之类的猎人，还是这个贝莱德、摩根家族之类的财阀，他们布局的东西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名字是不一样的，叫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品的话，他们买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现在这个周期或者是下一个周期会暴涨的资产。什么意思呢？这世界经济周期运行的秘密其实都藏在一张神图里面这张神图就好像作弊开挂一样，毫不夸张的讲只要你获得这张神图，那不管经济是好是坏，是冷是热，你都可以全天候的去投资，提前的把你的钱转移到大资金会流进去的资产里面。而今天我不但会把这张神图传授给你，我甚至会直接告诉你现在到底处在什么周期，还有即将进入到什么周期。而重中之重就是我会直接告诉你每一个周期什么资产会涨，什么资产会跌。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个周期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机会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
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呢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这张所谓的神图是什么？为什么看懂了就可以赚钱呢？上一期的留言区呢，都是在催更的人，他们都让我说一下白银，因为我几期之前就说过要布局白银了，而最近几天白银就突然暴涨上去了。但其实如果你有一直跟着我的话，我去年就卖掉了美元资产，然后都换成布局黄金、比特币、港股、日元等等的资产你去年底如果你随便选一个来买的话，现在的利润都是很不错了。只是最近我就多了一个白银，为什么呢？还是因为今天讲的这张神图美林时钟。各位支持我到100万订阅了，那我无以为报，现在就把我压箱底的神图分享给你们。其实这张神图很简单，就是告诉你经济就好像四季一样，也是有4个周期的：衰退期、复苏期、过热期，还有滞胀期。然后只要我们懂得怎么去分辨现在这一刻到底处在什么周期，然后我们再去买这个周期会涨的资产，就可以发财赚钱了。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张图最核心的不是理解，而是分辨。分辨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就看2个数据，一个是 GDP， 就是你这个国家赚钱变多了还是变少了；一个呢就是通胀，你国家物价变贵了还是变便宜了。而把这张神图玩得出神入化的是一个叫做达里奥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能够赚钱。那具体是怎么操作呢？先看一下衰退期嘛。衰退就是经济最差的时候嘛。那经济都这么差了，会发生什么？就是无论是 GDP 还是物价都是往下跌的，也就是说大家都赚不到钱嘛。那赚不到钱就不会去花钱，不花钱，那我们做生意的产品就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就要倒闭，倒闭就会让无数的人失业，然后大家都失业，就更没有钱去花了，就是不断的这种恶性循环的下去，像骨牌一样，一家一家的企业倒下，一家一家的人失业，赚不到钱，那 GDP 就往下砸了，货物卖不出去，物价也往下砸了。所以衰退期你会发现大家都没钱，大家都不去投资，那什么资产也都会往下砸的。比如说我不需要生产嘛，那我就不需要大宗商品的原材料了，那公司倒闭了，那些股票也只能贱卖了。而这时候我们要投资什么呢？很简单，我举个例子吧。前几年疫情加上这个房地产商的崩盘嘛，那中国的 GDP 和物价也都往下砸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前几年的中国就进入了这个衰退期了。那么经济衰退嘛，大家都赚不到钱嘛，就算手上有点钱也不敢去投资，也不敢去花，宁愿把这个钱紧紧的握在自己的手上的时候，那这些股票啊、房子啊都只能往下跌嘛。而这时候政府就会出手发行债券，把老百姓的钱借过来，然后拿去投资。就是你们不敢花钱嘛，那我政府帮你们去花，然后就降息印钱来刺激经济。而一旦降息债券的价格就会往上涨了。很简单嘛，现在降息了，所以债券的利息只有 2%， 但是以前没降息之前，债券的利息是 3%， 那以前的债券是不是就会被抢啊？价格是不是就会往上涨啊？所以当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去印钱和降息的时候债券的价格就会往上涨了。同时衰退的时候投资什么就亏什么。而现在这政府出来担保，跟你去借钱，保证你稳赚不赔的赚利息，那是不是大家都会冲着去买债券呢？所以衰退的时候政府就会降息去救经济，而债券就会反而往上涨了。也因为这样，中国前几年的债券就涨得很夸张。还有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时美国的 GDP 增长了就跌到负了，然后通胀也变成通缩了。而当时美联储就直接把利息降到接近于0啊。当时这个达里奥就看了这张神图，就买了无数的美债，然后美债就真的暴涨了。所以经济衰退，万物寸土不生，买什么亏什么的时候反而债券这种安全的资产就会涨上去。其次就是现金，但是我理解现金是美元嘛，因为全世界为了去避险，就会把自己家的钱换成美元。所以短期来说美元是会升值的，但长期来说，因为印钱放水嘛，所以美元也会贬值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衰退期布局的顺序第一就是债券，
第二呢就是美元。然后有的大户像巴菲特就会提前的去抄底股票，但我们不需要这么做。而最差呢就是这个大宗商品了。而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像巴菲特一样在衰退期提前的去抄底股票呢？很简单的，因为巴菲特资金量大，他买股票呢是要提前去买的，不然股票呢就会被他推高了，他就要花更大的成本去买了。但我们呢是不需要的，我们只需要等到衰退结束了，完完全全确定了进入到下一个周期，也就是复苏期的时候呢，我们再去买也不迟啊。这个呢反而是最安全的。为什么？因为复苏期的时候呢，经济就会被刺激起来了，那些做生意的订单就会开始变多了，赚钱的能力呢又回来了，借钱的成本又低，那么大家只要手上是有钱的，都会拿去投资了。但是只是说生意起来了，失业的人呢只是变少了，不代表大家就愿意花钱了。所以复苏的时候呢 GDP 是涨了，但是物价呢依然还是很便宜的，做生意的都不敢加价的，只是希望先把之前衰退期卖不出去的货先卖完。比如说09到12年金融危机之后呢，美国的 GDP 都涨回来了，但是通胀率依然是很低的，做生意的不敢涨价，甚至呢要促销打折去库存嘛。而这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去卖掉债券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利息呢已经降到接近于零了，也就是说当利息降到不能再降的时候呢，债券的价格呢其实也很难的涨上去了。那么当时的这个达里奥呢，就对着这张神图，在高位卖掉之前衰退期买回来的美债，然后呢就把这些套现出来的钱都押注在这美股上面了。因为这些之前在衰退期跌到谷底的公司呢，现在生意就回来了嘛，而且政府呢还不断的去印钱送钱，把钱免费借给了资本家去投资，去回购自己家的公司股票。也因为这样，09年这个达里奥买的福特汽车呢，年头才2块，年底呢就10块了，翻了5倍了。而大宗商品呢，因为大家都只是卖之前卖不出去的产品，他们不需要加大的去生产，所以对于原材料的需求呢也不大。也因为这样，大宗商品的价格呢就不怎么涨了。也就是说，在复苏期，股票呢是最好的资产，债券呢也很不错，但可能呢会到顶，所以债券呢反而是在高位出货的时机。而大宗商品和现金呢就很一般嘛。那么我们去验证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呢，这中国就开始去库存了， GDP 呢就开始复苏了，但是通胀呢依然是很低的。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中国债券上涨的速度呢开始就变慢了，因为利息呢虽然可以再降低，但现在已经降到很低了，甚至之前中国呢也出来提醒老百姓要注意债券的风险了。然后中国大宗商品的价格呢，我搜了一下，这新闻呢就形容叫做稳中有进，而人民币呢也贬值了不少。但是现在无论是港股还是陆股都涨了不少了。我自己去年布局的港股，比如说小米呢，就从10几20块涨到了现在60块左右了。而如果你说小米最便宜的时候呢，其实只有7到8块，但我没有去抄底，反而是在它涨了不少了，到10几20块的时候才进场买进了。为什么呢？因为7到8块的时候呢，这个股票还在衰退。如果你在衰退的时候进场呢，首先它的涨幅不会很高，就是说你赚到钱了，你的利润也不会很大。而更大的概率发生的就是这个股票还可以继续的往下跌，然后你就被套牢了。你要面对的就是到底要不要割肉贱卖，或者是说继续的拿着。所以你其实没得选，你只能继续的拿。但是衰退的过程呢是可以很漫长的，像小米的这只股票呢，它是花了几年才涨回来的，而且你怎么知道它是可以涨回来的呢？万一它要倒闭了呢？所以我自己的投资方法呢，永远都是顺应着道，顺应着周期，顺应着趋势。当我确定了港股进入了复苏期的时候，我才会去进场，找一只跑赢大盘的股票，这样我的胜率呢才是最高的。同时呢，我要确保有足够多的容错率，我赚一次的钱呢，就可以允许我亏10次。简单来说，我们会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去玩这个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啊。这样看上去我是在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开赌场，在投资啊。
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了，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的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这套系统，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了。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了，这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了。如果你错过之后呢，里面任何福利都将取消了。那么重点就来了，我自己的主战场呢，其实也是美元资产。但是现在这美国处于什么周期呢？其实就是从过热期转移到滞胀期的阶段。过热期是怎么样的呢？就无论是 GDP 还是通胀都是上涨的。那我们看嘛，前2年美联储说为什么要升息啊？就是因为经济太好了，通胀太厉害了，所以就要打击一下，然后就不断的去升息。但就算再怎么升息呢，去年通胀都还没有完全压下来的时候就要降息了。也就是说，过去的几年，哪怕到了现在，美国都是处于过热期。我们做生意的就愿意扩大生产，大家都赚到比过去更多的钱了，然后就愿意花钱去消费。甚至我们招聘的成本都变高了，也因为这样，物价就上涨，原材料的价格也开始暴涨。所以你会发现，除了达里奥，还有这个巴菲特、黄仁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他们前2年都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高位慢慢的不断的卖股票。因为在过热期的时候最优先投资的是大宗商品。所以很多人只是看见巴菲特他布局了日本的5大商社，但你知道5大商社是做什么的吗？他们最大的利润是来自于金属、矿产，然后就是汽车、天然气、能源等等之类的。也就是说，你看见巴菲特买的是日本的股票，实际上他是直接把日本的那5家搞大宗商品的公司直接收购了。所以他真正买的不是日本的股票，而是日本控制大宗商品和能源的公司。还有他手上持有的西方石油就已经达到接近 30% 了，已经差不多可以操控市场了，就要被政府并购审批了。而达里奥和索罗斯都布局了黄金。达里奥他直接就说，他花出去买黄金的钱比以前多了3倍。还有这个比特币这样的数字黄金涨得比黄金还要夸张。贝莱德他们买比特币已经买到成为了比特币第1大的 ETF 了。那么我本人也从去年开始不断的卖掉美元资产，然后布局黄金、比特币，影片为证，不能造假了。但同时我也把一部分的美元换成日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再去看这张神图现金是排在最后的。然后你看一下现在美元都跌成了什么样的呢？所以我为了避险只能把美元换成我也比较常用的日元。也就是说，在过热期的时候应该优先布局的是大宗商品，其次是股票，甚至我们要趁着在这个时候高位的去卖出股票，最后就是债券和现金。而其实美元跌一切的美元资产我都不会碰的。那么为什么我会说现在是从过热期转移到滞胀期的阶段呢？各位，什么是滞胀期啊？就是经济开始衰弱了，但是这通胀依然很厉害。你可以看得到，这几年美联储升息，借钱的成本都这么高了，不要说企业了，很多的国家都已经崩盘破产了，什么阿根廷埃及之类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美国今年第1季的经济增长跟去年第4季的去比就下降了 0.3% 了。也就是说，经济也开始疲软了。而且你去看嘛，这几年苹果、微软、Facebook、Google， 反正就是你喊得出来的企业都开始大裁员、大降薪了，失业率是不是都开始飙升了？美国就连这个就业的数据都要造假了，不断去修正了。但同时生产需要的那些原材料却进入了疯狂的牛市，比如说这个石油、粮食、金属都开始不断的涨价。而且最近这美国又搞了什么关税之类的，那么我们做生意的就没办法了，我们的成本提升了，就只能把成本转移到给这个消费者，所以物价就开始变贵了嘛。也就是说，大家赚钱开始越来越难，你赚到的钱就会变少嘛。但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去花钱的时候，你会发现物价却反而越来越贵了。所以滞胀期的时候经济开始变差了，那么股票就会进入到牛市的最后一刻，股市的波动就会非常的大，然后随时都会往下砸了。比如说4月的时候
就经历过全球的股灾了，那这可能只是刚刚开始啊。也因为这样，这段时间呢，股票应该是放到最后的。但是很多人就会说啊，巴菲特虽然卖了很多股票，但其实他手上持有最多的依然还是股票啊。各位，巴菲特现在手上大部分拿着的股票都是那些不上市的股票啊。也就是说，就算股灾了，就算金融危机了，这些股票呢都不会被散户和大户抛售的。所以不要误会啊，巴菲特他持有的不是股票，而是股权，他是直接把那家公司买下来的啊。也因为这样，股票呢是滞胀期最不建议买的资产。那滞胀期最应该买的是什么呢？4个字，现金为王。就算通胀再高了，但最应该优先投资的资产还是现金啊。因为滞胀的后期呢，无论是股票、房产、债券，就算是大宗商品都会暴跌的。因为当做生意的赚不到钱就不再会去买这个原材料了。那些开采原材料的公司呢，就会没生意，没生意呢，就只能贱卖去库存了。而现金呢，是唯一可以让我们活到下一轮财富分配的资产。比如说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呢，当时华尔街最多现金的巴菲特就可以低价抄底那些贱卖的资产了，就买了好像高盛之类的银行。08年呢，反而是巴菲特赚钱最快的时候。但是问题又来了，现在的美元一直贬值我们拿着美元不就拜拜了吗？所以巴菲特他拿着的是现金资产，也就是短期美债。短期美债呢，虽然叫做美债，但更多的是现金因为它3个月到半年就可以换回现金了。同时呢，他拿着短债还可以收 4% 到 5% 的利息，这样呢就可以对冲美元贬值的风险了。而且巴菲特还拿着不少的日元只要滞胀期这个周期一变，进入到衰退期了，巴菲特就可以拿手上的日元和短债换成大量的美元，去抄底美国和全世界贱卖资产。所以滞胀期前期来说呢，投资大宗商品是最优先的，其次呢是现金，最后呢就是债券和股票。但是到了后期呢，现金就是唯一的王道。所以现在你会发现，美国就是从过热期进入到前期的滞胀期也因为这样，美国政府一直让美联储去降息，美联储一直不降，就是因为现在还可能只是滞胀期的前期，还没有到衰退期。如果太早去降息的话，那么衰退期的时候就什么都做不了了。但是这一届的美国政府呢，任期就4年嘛，他管你衰不衰退了，反正4年之后再把衰退的锅甩给下一任的政府就好了。但重中之重就来了，为什么我现在还会去布局白银呢？因为美国政府正在加速进入到滞胀期的进度。什么意思呢？最近美国呢就要对进口的铜加 50% 的关税，之前呢还要对这个钢铁铝这些原材料加 25% 的关税。也就是说，大宗商品的价格呢将会更疯狂的上涨。所以你去思考一下嘛，无论是过热期还是滞胀的前期，大宗商品呢可能就会从牛市变成最后一波疯狂的牛市。而我们之前布局的黄金呢，它涨到了3400，也就是红色的那一条很重压力线的时候呢，就停止上涨了，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红色的那条压力线。加上之前在伊以打仗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出货的信号，所以我自己呢就卖掉了一半，把一半的利润拿走了，只赢了一半离场了。那么黄金下车了一半之后呢，我就在发掘其他大宗商品的机会嘛。我呢要找到一个比较落后的大宗商品，就是当其他大宗商品都在暴涨的时候呢，它是不怎么涨的，甚至有可能还在跌的大宗商品。而现在当黄金这些大宗商品开始涨不动的时候，资金呢就会转移过去到这种落后同时呢被低估的商品，也就是我前几期讲到现在的白银。你会发现白银从去年到今年的5月，它花了1年多的时间都没有办法突破绿色的那条线，也就是 33.6 美元。简单来说呢，就是洗盘洗了1年了。而在上个月，这白银就突破了，所以呢我就把之前卖掉一半黄金的钱呢买入一部分这个白银，然后呢就告诉大家我布局了白银了。而就在前几天白银呢在突破了橙色的那条线，也就是37块的时候，我就在加仓的买入白银。我的这种行为呢就叫做最落后，因为黄金呢已经在一个高位了，现在买入的风险就比较高了，而且它的动能呢已经减弱了，所以呢我就只赢了一半，换一匹马嘛，选择一直被低估的白银。
还有我当时换码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会参考金银比的这个指标。金银比呢，就是说我现在买1克黄金要花的钱，可以买到多少克白银呢？正常来说呢，我买1克黄金的钱只能买到5到60克白银，但是这几年这个黄金暴涨了，而这个白银却没有跟上，所以现在买1克黄金的钱呢，居然能买到100克白银。然后我们就发现嘛，00年互联网泡沫爆破之前呢，还有这个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还有20年疫情之前，这个金银比呢都是跟现在一样，超过100，甚至可以达到120多的。然后呢，这金银比又会很快的回到50到60了。那么这个呢就有3种可能。第一呢，就是黄金跟白银都跌了，但是黄金跌了比白银快嘛。第二个可能啊，就是黄金跌，白银涨了。第三个可能呢，就是黄金跟白银都涨，但是白银涨的比这个黄金快。所以如果我们从概率学来看呢，现在既然是大宗商品的牛市，那么第一种可能，也就是黄金跟白银一起跌的概率呢，就会比较低嘛。这样的话，就只能剩下2种可能了，就是黄金跌，白银涨，还有白银涨的比黄金快。那剩下无论是哪一种可能呢，这白银都是要涨的。所以如果现在金银比又到100的时候，那么至少白银呢都是有2/3的概率是要涨的。而更重要的是，白银呢在2015年的产量已经见顶了。过去5年全球去挖掘白银的数量呢就已经持续的下滑了，也就是说嘛，白银的供应在不断的减少了。24年这个缺口呢已经有5000多吨了。所以从供需的角度去看嘛，白银现在呢也是不够用的，买的人是很多，但是生产不出来那么多嘛，那白银是不是就要涨价了呢？因为白银除了跟黄金一样是一种避险资产之外，它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业金属啊。比如说如果要发展 AI， 那么呢就需要晶片、模型还有电力这3样东西。那比如说现在中国的晶片呢是落后美国了，但是中国的电呢是比美国便宜的。美国呢它用1张晶片，中国就可能要用5张。但只要中国的电足够的便宜呢，那么就算它去用10张、20张的晶片，成本可能也是跟美国用1张晶片一样的。而模型呢，中国的 DeepSeek 跟美国差不多打个平手了。所以美国跟中国的 AI 谁输谁赢了，就要看看美国的晶片能不能突破，中国的电力能不能突破。而且有了这个电，有了这个太阳能的技术呢，未来全世界去买车都可能要买中国的电动车，或者是要在中国生产了。而发展电、发展光伏呢，就需要大量的白银。所以21年到23年，中国用银的量呢就翻倍了。那这些就是我之前布局白银的原因。而现在当白银已经涨到这么高的时候，你预期又会有人问我，现在去买还可以吗？会不会追高了？还有的人呢就会说啊，之前他投资了什么什么的，然后被套牢了，亏钱了怎么办？等等的这些问题。我只能说先统一一下你跟我之间的投资逻辑，你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计划是怎么定的，然后你不需要问我了，你自己就会知道答案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股票投资班了，趁着现在还是免费，趁着现在里面还是送福利，趁着现在还没有下架，赶快去看吧。因为错过牛市呢，不知道又要再等多少年了。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你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这里我多说几句啊，就是我影片的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去看之前的影片，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的东西早就说了，我不能每一次都解释了，这样呢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看完前2集嘛。而最近的局势只会更加动荡，但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